世杰是个弃婴，被功夫学校校长的师弟在篮球场附近发现。师弟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，便将世杰交给师兄抚养，另赠送一本乾坤大挪移的功夫秘籍，请师兄教授世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世杰从啼哭不止的婴儿长成了大人模样，但他的感情之路似乎一直不太顺畅。世杰情窦初开，始暗恋班上的女同学，女同学为了不被纠缠宁愿去死。进入青春期后，世杰向喜欢的女孩表白，那女孩笑着说要做自己男朋友恐怕得等下辈子。后来在世杰一穷二白的时候，一个女孩为了要债要和他同归于尽，但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，又或者是真的听不懂这些弦外之音，世杰固执地认为女孩们愿意为了他死，愿意等他到下辈子，甚至愿意和他共赴黄泉。如今世杰又有了暗恋的女孩，名字叫丽丽。他总能看到丽丽坐在球场边看书，每次路过球场，世杰心里都小鹿乱撞。功夫学校的生活枯燥乏味，老校长也在世杰小的时候因为练功走火入魔去世。学校里的4位长老照看着世杰长大，他们分别是少林武当的第88代和99代传人飞师傅和吴师傅，以及校园夫妻档倪师傅和黄师傅。老校长去世后，新校长王彪接管了功夫学校，他不苟言笑，人称天下第一神拳，但只有世杰知道这个称号有多少水分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当校长的人肉沙包，让他在学员们面前一展神拳满足虚荣心。世杰的老校长亲传，有些实打实的功夫傍身，他每次都用铁布衫挡下王彪的拳头，再演出万分痛苦的样子。王彪多次警告世杰不准用铁布衫，否则就罚他今晚露宿街头以示惩戒。世杰在公园流浪，无意中展示了自己百发百中的神技，被一个在街头讨生活的忽悠大师陈丽发现。陈丽带着世杰来到一个法国餐厅，他女儿是这里的厨师。来餐厅吃饭的客人非富即贵，许多食物只是意思着吃一口，剩下没人动过的浪费了不好，自然就便宜了陈丽。吃过法国大餐后，陈丽提议两人合伙赚钱，他的脑子加上陈丽的身手，少不得赚得盆满钵满。二人来到一家俱乐部，靠着玩飞镖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却也因此惹到了场子的老板。老板虎哥带着人来教训世杰和陈丽，他们将二人团团围住，殊不知这次踢到了铁板，世杰以一敌百，不管围上来多少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一番行云流水的拳脚展示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。此刻老板一定十分后悔因为几百块找世杰的麻烦，这一架打完人员伤亡暂且不说，场子里的东西被毁得七七八八。虎哥马上将此事汇报给自己的老板，翌日二人便来到功夫学校面见王彪，提出合并学校的要求。王彪一脸义正言辞拒绝了大老板，但很快就看在钱的面子上服了软，还真是能屈能伸。收了钱的王彪自然站队大老板，他以遣散所有学员为要挟，逼迫世杰自己站出来认错受罚。世杰被一群人拿着棍子打，他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是一回事，打人的那些人是真累得够呛。挨了打还不算完，王彪以世杰败坏校风为由，开除了他的学籍并逐出校门。世杰没有反驳，拿着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离开了学校。世杰来到公园，陈丽窝在长椅上，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发财大计。陈丽分析了一番，认为世杰百发百中的绝技最适合做的是打篮球，再加上他孤儿的身份，正好可以利用打球寻亲这一噱头，产生巨大的新闻价值，从而带来丰厚的收益。陈丽首先帮世杰找到一支大学球队，给校长老周画了张大饼，然后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将这件事广而告之。然而第一大学一直有个传统，那就是加入篮球队必须要有队长的同意。世杰懵懵懂懂，他按照陈丽的意思接受了这一挑战，挑战内容就是和队长丁伟单挑，只要能进一个球就算过关。第一大学的篮球队卧虎藏龙，虽然只是一个球，却不知道刷掉了多少人。丽丽也在这支球队，队长丁伟就是他的哥哥。于是世杰准备尝试一下。丁伟看起来十分颓废，但出手就能看出是个深藏不露的人。两人分别进了球，现场一片惊呼。这场比试很快就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，只是篮球孤儿惨遭球队队长迫害这一标题似乎不太符合事实。世杰拿着报纸让陈丽不要和记者夸大其词，陈丽却表示标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，只要能火怎么写都可以。世杰不明所以，他只是担心这样会被丁伟误会，于是便找到他想取得谅解。丁伟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还告诉他球场上最重要的是篮板球，以后就由世杰负责。世杰觉得这样有些无聊，说完便随手投出一球。翌日，丁伟罕见的早早来到球场，只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振作的秘密武器，那就是百发百中的世杰。有了他，这次大学锦标赛没准能拿个8强。第一大学篮球队除了队长丁伟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肖兰。过人的球技加上帅气的外表，让他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也是众多女生的爱慕对象，这其中就包括丽丽。世杰虽然投篮很准，但真正的比赛情况却复杂得多，他不可能一直有机会站在原地投篮。于是
丁伟开始对世杰进行严苛的基本功训练。世杰训练之余还不忘对丽丽示好。在之后的大学锦标赛上，世杰频频崭露头角，和丁伟、萧兰的配合默契十足，带领着队伍过五关斩六将，成功冲入决赛。百发百中的世杰也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。世杰球场得意，情场却失意。丽丽的目光仍追随着萧兰。决赛前，火球队队长李天找到世杰，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球队。李天原本是丁伟队里的球员，也是个天赋型选手，成为队里主将后开始不满处处被丁伟压一头。决赛前一天釜底抽薪离开球队，还带走了队里几个高手。决赛中更是刻意给丁伟制造心理压力，让他输掉了比赛。可以说丁伟如今的萎靡不振，全都拜李天所赐。据他观察，世杰的死穴就是不能被人干扰，否则百发百中就会变成一发不中。说完，李天便留下一张名片扬长而去。此时，大老板给陈丽打来电话，邀请他谈一笔大生意。尽管价码很诱人，但世杰是陈丽这一生最大的成就，他不愿也不能将其拱手让人，只希望世杰能在决赛上使出全力，不争馒头争口气。决赛当天，火球队来势汹汹，不像来打球，倒像是来打架的。陈丽表示，这帮球员个个无赖，前不久在日本的比赛中被罚停赛，嘱咐大家小心应对。比赛开始，火球队果然下手很脏。篮球虽然是对抗运动，但对抗绝不是打人。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，丁伟和萧兰先后负伤下场，比功夫世杰不在话下。他有样学样，一套丝滑连招就将所有小动作还了回去。只是仅仅这样还不够，场上的比分仍落后很多。火球队乘胜追击，不断进球。第一大学不仅比分失利，队伍也因此士气低迷。两员大将下场也让形势更加严峻。就在大家以为败局已定时，球场内的电力系统突然出现问题，比赛被迫终止。组委会宣布将在3天内进行补赛。赛后，世杰一直闷闷不乐，不只是因为比赛失利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他似乎在观众席上发现了自己的父母，不能确定，但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直觉。这时，虎哥带着人找到世杰，他就是那个制造停电事故的人。虎哥和大老板因为某些原因分家，他势必要出了这口恶气，不惜拿出500万美金赌第一大学赢得比赛。丽丽也在这个时候选择向萧兰告白，没想到却被拒绝。萧兰一直以来都对自己已经去世的女友念念不忘，活人也注定是争不过死人的。当然，如果丽丽愿意回头看一眼，就会发现世杰一直等在她身后。补赛如期而至，第一大学队伤的伤，残的残，输掉比赛似乎只是早晚的事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功夫学校的4位师傅以队员的身份出现在比赛现场，周校长已经为他们办了入学手续，可以说除了年龄大点，各方面都十分合适。于是这场篮球赛变成了功夫赛，没给世杰出手的机会，4位师傅就将火球队一行人打倒在地上。这种打法自然不合规矩，师傅们被勒令不准再上场，于是他们便用自己的功夫治好了萧兰和丁伟的伤，让他们重回赛场。李天一行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伤能好得这么快，于是在这样的 buff 加成下，第一大学篮球队势如破竹，越战越勇，一度挽回了颓势。最后一个回合，上场前世杰被不知从哪冒出的王彪打中7寸经脉，但他还是在最后3秒钟拼着力气投出球，眼看篮球就要穿过篮筐，裁判却和大老板沆瀣一气，冒着被吊销资格的风险妨碍中篮，让这一球落空。最后第一大学以1分之差输给了火球队，队员们的付出被黑幕毁于一旦。世杰想起了老校长教过自己的乾坤大挪移，据说此功法能够在瞬间造成时空停顿乃至逆转时间。世杰心念合一，四周空气流动变得缓慢，所有声音都被淹没。世杰拼命在时间的缝隙中奔跑，最终成功回到了最后3秒。这次他选择将球传给萧兰，由他完成这制胜的大灌篮。篮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秀场，而是团队的合作。比赛结束，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，世杰却发现他以为是自己父母的那2位，其实是萧兰的父母。正失落之际，亚洲首富王亿万找上了门，据说他就是世杰的亲生父亲。当年王亿万生意失败，被债主们追着东躲西藏，为了避免儿子受到牵连，只得将他丢下。如今父子相认，他会尽力弥补这些年来的亏欠，带世杰到伦敦发展。但世杰不忍心抛下这里的人和事，便拒绝了王亿万带他前往伦敦的提议，留在这里继续过平凡的生活。